你是不是也常常感到疑惑？我为什么老是停在原地？为什么看了那么多书，听了那么多课，人生还是没有什么变化？大多数人对改变的第一反应是增加输入，多学点，多听点，多做点。但结果呢？越学越焦虑，越做越迷茫。真正能让人改变的不是学更多，而是复盘。复盘才是最高效、最低成本的成长捷径。今天我就由浅到深地解析为什么复盘是改变自己最快的方式，为什么99%的人都做错了复盘，以及如何构建专属于你自己的复盘方式。接下来我们进入主题。第一点，为什么努力没有用？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开车的时候，如果导航坏了，你会怎么样？没方向，越开越偏，最后跑得越快，离目的地越远。这就是大多数人生活的真实写照。每天忙得像陀螺，但没有方向感，做错了也不总结，下次还犯同样的错误。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努力陷阱。很多人以为努力等于进步，但实际上，如果你没有纠错机制，你练得越久，只会把错误刻进大脑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工作10年还是停留在第1年的水平，因为他们没有复盘。换句话说，经验本身不值钱，能把经验转化成能力才值钱。第二点，复盘的本质是什么？一句话解释就是把过去的行为变成应对未来的能力。在行为心理学里有个模型叫做反思学习回路，它的框架如下： 1. 先做一件事； 2. 思考做得对吗？为什么？ 3. 找出关键因果关系； 4. 带着修正后的策略接着去做。这就像电子游戏高手，不是因为天赋，而是因为他们打一局就会问，刚刚我死在哪里？是走位问题还是操作问题？而普通玩家只会说，我菜，我得多打几把。结果高手越打越强，普通玩家打1000局，水平还是在原地踏步。所以说，真正的成长不是发生在行动里，而是发生在复盘里。第3点，复盘为什么会成长快？很多人以为改变是靠做更多的事，但其实改变最快的方式是修正大脑里的错误模型。举个例子，你做销售，第一次见客户，直接上来讲产品，客户摇头走了。如果你不复盘，你会以为客户是没有需求，但如果你复盘，你会发现你忽略了建立信任的过程。第2次见客户，你先聊需求，建立共鸣，再介绍产品，你会发现客户愿意听你讲下去了。这背后的逻辑是，人的大脑靠模型在运转，如果模型错了，你会一次次的把自己推向失败，而复盘就是在不断修正这个模型。模型一旦对了，改变几乎是立竿见影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复盘的效率比单纯的努力高10倍。第4点，为什么大多数人不会复盘？多数人的复盘只有2种。第一种，情绪化复盘，比如今天失败了，就骂自己，我太差了，下次一定要加倍努力。结果呢，什么都没干，只是给自己加了一层心理负担。第2种，流水账，复盘失败后写了一堆流水账，最后一句，明天要更努力。问题是，这种流水账根本没有触碰到事情的关键因果，所以很多人以为自己在复盘，其实只是在写日记。真正的复盘是要让你找到可操作的改进点。复盘的好坏，关键看一点，能不能给未来的行动提供新策略。下面我给你分享一个最简单也最实用的复盘3问模型，请收藏起来。
第一点，目标是什么？我当时想要达到的结果是什么？第二点，差距在哪里？结果和目标之间的差距在哪里？为什么？第三点，下次怎么做？如果再来一次，我会怎么改？具体到动作，你会发现这种复盘不是在自责，而是在生成一个更优解，这才是真正的成长。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如何把复盘变成习惯。很多人知道复盘重要，但就是坚持不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把复盘当成了负担，而不是投资。这里有3个坚持小技巧。第一，短复盘，每天只花5分钟写3句话。今天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？做得不好的地方是什么？明天要改的地方是什么？第二点，事件复盘，遇到重大事件深度复盘，比如一次重要的谈判，一次演讲，总结一下什么地方做得好，什么地方做得不好，下次遇到同样的事情该怎么去做。第三点，周期复盘，每周抽半小时，把1周的行动拉通，看看模型和规律是否是有助于自己成长的。养成复盘习惯以后，你会发现复盘其实不需要大动干戈，它可以很轻量，但积累起来却威力惊人。最后我想说，复盘不仅仅是一个工具，它更能改变一个人的心态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努力早已不是稀缺品质，如何有效的努力才是核心竞争力。让我们把复盘作为一种终生成长的学习方式，在复盘中实现迭代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好，这期节目到此结束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